去年我跟我老婆搬到了加拿大，我们在上个月结婚了。我在日本住了11年，他在日本住了2018年到2024年，这样子是6年嘛。所以我们各自都经历了学业这个阶段，也经历了工作这个阶段。我们最后决定要搬来加拿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日本有一些文化的地方，但是再怎么喜欢日本，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没有有具法律约束力的同性婚姻相关的保障。他们目前有一个同性伴侣宣誓制度，这个制度其实包含蛮多权利，但是我们在日本生活很久，其实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本来平常就没有对外国人非常友善，当然观光业是其次，所以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如果你很喜欢去日本观光，你会觉得玩起来非常舒服。可是你在那边住，身为一个外国人，真的会遇到很多他就是很北宋外国人的地方。而且我老婆是西方脸的加拿大人，然后我是亚洲脸，我们遇到的对我们不好的态度的方式还不一样。他们同性伴侣宣誓制度其实包含你可以一起买生命保险，你可以一起租房子，你可以一起买房子。你可以有医院的探视权，但是这个宣誓制度其实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这个就让我非常担心。我在那边就是也住了11年了，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他们都跟我说，最近日本的各个地方的最高法院有继续来支持同婚的团体在争取，他们可以去评判说不让同性婚姻结婚这件事情是否违宪。我们也应该有在追踪的人有发现，各个地方的最高法院真的有很多很好的消息，一直说不让同性别的人一起结婚是属于违宪的。但是在这些好消息来的时候，身为住在日本的LGBT 的人，我们都知道，其实最后还是要等他们的国会去做修法。他们的国会做修法，我自己的观察是没有像台湾那么快。其实你基本上只要看他们的国会的政治人物的组成，平均年龄跟他们的性别，反正就是这些种种，再加上我们本来就在日本生活，经历很多没有弹性的事情，所以我跟我老婆就觉得，我们有在下一个10年可以等吗？还有，其实我跟我老婆比起来，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比较容易出状况。之前在日本，我们常常有2次吧，我大半夜真的人生在想说，我是不是要叫救护车？就是身体某一些地方很痛，痛到我这辈子没有这么痛过。然后我就很担心，可是如果我们叫了，我们在日本我们算什么？当时我们是有同居啦，可是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算什么，会不会到时候医院的医生不让他进来陪着我？因为我曾经只是单纯去看一个妇产科，然后他们就不让他在看诊的大厅陪我，可是别人的丈夫就可以。然后要离开的时候，我也常跟很多那边外国的和日本的亲朋好友，也不是没有亲，那边没有家人，好朋友说，我在日本住了11年，台湾在我在住日本的第6年的时候就通过同性婚姻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图书馆哭得要死，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一个影片有放我在图书馆跟我好朋友哭得要死，我在那边看3读影片的3读的那个现场的影片。Anyway， 我就觉得台湾的人民代表，如果他们想要被选上，他们必须得一直听民众的声音，他们必须得一直加快脚步去了解我们的声音目前是什么，然后真的要去做这些改变才会被选上。那这一点是让我觉得一直非常非常佩服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总统大选跟有立法人选举的时候，我目前自从有投票权之后都还没有错过。当然我也很希望，而且我现在搬到加拿大来就更不容易回台湾，但是我还是下一次选举总统跟立法人一定会回台湾。虽然我也很希望有那个钱可以选市长跟议员的时候也可以回台湾，不过就 I'll do my best 经过了很多很多考量，这些考量是跟 LGBTQA 比较有关的，我们就决定搬到加拿大。我们有想过要不要搬到台湾，但是因为我本来就会讲英文了，他已经就是我们2个人各自都经历了住在一个有语言隔阂的国家，我们觉得我们有点累，所以我本来就会讲英文，我们就决定那我们搬来加拿大好了。应该来加拿大就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语言隔阂要去担心。那目前来这边已经也快要1年了，我觉得都蛮好的，好像没有像以前在日本那种好像那种整个宇宙的陨石全部都在打架打了10几年一样，然后我最后竟然是被打败那一方，因为我后来个性就是被磨得完全跟高中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在想办法
就是再调试一下。搬到加拿大之后，我目前住过2个城市，我觉得这2个城市都非常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像我们家附近有很多店，他们外面都会贴一个彩虹的贴纸，甚至银行有彩虹的贴纸。就是任何公家机关、什么餐厅干嘛都有很多彩虹贴纸。你走去银行办事情，你走去特力屋买东西，都会有人就是有一个彩虹的别针，就是告诉你他们是 LGBT 友善。这个跟在日本和台湾体验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很感动。甚至剪头发的地方也有。加拿大跟日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毕竟他们在2005年就通过同性婚姻了，而且是全世界第4个国家就通过了。他们也非常注重每个人的代名词，所以有时候你交际的时候都会讲说，哦，My name is Rosanna and I use she/her pronouns 之类的。这点我也觉得很感动。他们非常尊重每个人的性别。当然也是有遇到有一些人听到我说，哦，my wife and I blah blah blah， 他们就是突然睁大眼睛，没办法嘛，那个就是生理反应。但是他们给我一种好像他们知道，如果他想要对我说一些歧视的话，或是想要对我做一些奇怪的举动，可能会有麻烦。然后好像就整个把他们可能比较负面的能量整个收回去那种感觉。这点让我觉得还蛮安全的，期待之后继续跟大家见面。最近也看了非常多泰国的百合剧，所以我会介绍他们很多，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保证有快乐结局的。这点让我非常心花怒放。再来，日本最近也出了非常多那种轻松、浪漫、可爱、搞笑的百合剧 GL 剧，我也会跟大家介绍。那还有我来到加拿大之后，有看到非常多很棒的 graphic novel， 很像漫画，可是它的剧情跟文字又好像比较有更深一点，还是更多，还是怎样？我不太清楚欧美的 graphic novel 跟日本的 manga 他们差在哪里。我在日本讲 manga， 然后结果来到这边之后有点被带歪，一直讲 manga， 然后每次讲 manga 的时候我就超级气我自己。Anyway， 为什么这边 graphic novel 有很多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因为他们除了有女生跟女生角色在一起有快乐结局之外，还有一些很多很科幻的元素，还有就是他们的身材也非常不一样。因为我很喜欢欧美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其实每个人与生俱来，不管男生女生，他们都有各种不同的身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美。他们也把这个带到他们的小说里面，就是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会很想要就是把家里面都有放这些小说，让小孩知道说他们不管身材怎么样，不管脸长怎么样，他们都是最棒的、最美的。所以我很期待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越来越多很棒的作品。现在好像我已经满30了，终于好像到了一个找不到剧可以看的地步了吗？不过我看剧的速度又有点像是在开高铁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真的是对那些演艺人员还有工作人员、拍戏的人员非常不好意思，我们真的是看太快了。不过我最近有看一部剧叫《冥王星之恋》，真的是爆爱。如果这是你想要看的频道，这是你想要听的内容，欢迎订阅、追踪加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见喽。